NBA 的球员变动总是让人目不暇接，每支球队都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无论是通过选秀、交易还是自由签约。而在休赛期，自由市场就是最让人期待的舞台。只要有足够的薪金空间，任何球队都有可能在自由市场上签下心仪的球星。但是，并不是每年的自由市场都有同样的吸引力。有些年份的自由市场上，球星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其他年份。2024年的夏天就是一个这样的年份，届时将有许多 NBA 的顶级球员进入自由市场，他们的去留将影响整个联盟的格局。以下是我们预测的2024年自由市场上的一些看点，他们将在新赛季掀起一场篮球风暴。1. 克莱·汤普森，非受限制自由球员。克莱·汤普森作为 NBA 历史上最杰出的无球得分手之一，以其出色的三分球和防守技能，成为了任何球队都梦寐以求的理想球员。然而，近几个赛季以来，他饱受伤病困扰，状态有所下滑。本赛季，克莱场均17.3分、3.5个篮板和2.24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42%，三分球命中率为37%。尽管数据还算不错，但与他巅峰时期相比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差距。赛季初，他的表现也并不理想，但最近逐渐找回了手感，重新展现了得分能力。然而，金州勇士队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。考虑到斯蒂芬·库里仍处于职业生涯巅峰，他们可能会在夏天选择放弃克莱，围绕库里进行重建。之前，勇士队曾向克莱提供一份为期2年的续约合同，但现在这个选项似乎已经被搁置。对于勇士队来说，想要留住水花兄弟这一黄金组合，可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。毕竟，在自由市场上，像克莱这样的顶级得分手势必会引起众多球队的争夺。克莱在最佳状态下，无需持球即能构成持续得分威胁，这使他成为任何球队梦寐以求的理想2号球星。因此，勇士队想要留住克莱并非易事。2. 托拜厄斯·哈里斯，非受限制自由球员。拜厄斯·哈里斯是一位全能的侧翼得分手，他能够稳定提供得分，并且在防守端对抗对方的明星级前锋。2019年，他签下了一份为期5年、价值1.8亿美元的巨额合同，而本赛季是这份合同的最后1年，他将在今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。尽管哈里斯目前的表现可能不值得他获得接近顶薪的合同，且今年夏天他不应再签下如此高额的合同，但他依然应该成为休赛期各队争相追逐的目标。在费城76人队，哈里斯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可靠的得分手，场均贡献17.7分、6个篮板和3.4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高达50%，三分球命中率也达到了34%。哈里斯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，几乎可以提升任何球队的侧翼轮换。尽管他可能不会再获得每年超过3000万美元的合同，但他有望在今年夏天签下另一份丰厚的长期合同。3. 德马尔·德罗赞，非受限制自由球员。德马尔·德罗赞是一位极具杀伤力的得分手，凭借其特有的大步幅、迷幻般的运球节奏和出色的运动天赋，他总能轻松地突破对手的防线，在各个位置都能持续构成得分威胁。任何希望在今夏增强球队实力和得分能力的球队，都应该积极争取德罗赞的加盟。尽管他在外线投射方面有所局限，不像其他大多数超级巨星那样灵活多变，但他的天赋足以让他适应几乎任何球队的阵容。德罗赞擅长为自己创造进攻机会，尤其是通过其标志性的中距离跳投，这使他在关键时刻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很多球队都能利用他在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，成为争冠的有力竞争者。4. 詹姆斯·哈登，非受限制自由球员。詹姆斯·哈登是 NBA 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进攻创造者之一，他以多种方式为自己和队友制造得分机会，无论是突破、投篮还是传球。本赛季，他场均贡献17.5分、5.1个篮板和8.4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44%，三分球命中率为42%。在过去几年里，这位前 MVP 球员逐渐树立起了情绪化、不满现状的名声。他更多的是在消耗球队夺冠的机会，而不是在为球队带来提升。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，因为他在试图离开前3支球队时都与他们发生了矛盾。哈登被交易到洛杉矶后，他和新东家一开始都经历了困难时期，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名誉。然而，随后他又找回了状态，再次证明了自己为何是 NBA 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进攻创造者之一。如果他能够保持这样的竞技水平，并帮助快艇队在季后赛中走得更远，那么他应该会成为今夏最抢手的自由球员之一。5. 帕斯卡尔·西亚卡姆，非受限制自由球员。帕斯卡尔·西亚卡姆是一位全面的大前锋，他
他在内外线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，并能为队友提供助攻。本赛季他加盟溜马队后，场均贡献21.4分、6.7个篮板和4.8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高达57%，三分球命中率也达到41%。西亚卡姆的到来为步行者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他与队友哈利伯顿和特纳之间展现出了默契的配合，三人的技能互补性很强，有望在季后赛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西亚卡姆擅长无球抛动，这使得队友哈利伯顿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，而特纳作为空间型5号位和顶级护框者，可以为西亚卡姆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，并将防守重心更多的放在侧翼。这种内外结合的打法使得溜马队的进攻更加流畅且难以预测。溜马队为得到西亚卡姆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他们应该不会轻易放弃他。预计在休赛期，溜马队会和西亚卡姆进行顶薪续约，确保他继续留在球队并发挥重要作用。6. 保罗·乔治，球员选项。保罗·乔治在2023到24赛季的数据表现十分出色，场均贡献22.5分、5.3个篮板和3.6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45.0%，三分球命中率为39%。自从他离开印第安纳溜马队以来，乔治在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和洛杉矶快艇队都证明了自己是 NBA 中最出色的2当家之一。乔治以其出色的持球和无球能力，以及在防守端的全面表现，为球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。他不仅能为自己创造进攻机会，还能为队友拉开空间，并在防守端锁死对方最具威胁的外线球员。尽管快艇队在过去的几年里成绩不尽如人意，但乔治在洛杉矶的表现并不是问题所在，相反，他的表现仍然十分出色，并展现出进一步的潜力，特别是在哈登本赛季加盟快艇队之后。因此，如果乔治决定不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，相信会有不少球队愿意为他开出顶薪合同，他将成为自由市场上的抢手球员之一。7. 勒布朗·詹姆斯，球员选项。勒布朗·詹姆斯在2023到24赛季依旧展现出他的球场统治力，场均24.8分、7.2个篮板、7.8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51%，三分球命中率39%。在征战 NBA 的第21个赛季结束之际，步入40岁高龄的勒布朗·詹姆斯将成为每支有机会签下他的球队的首选。他凭借着足以跻身联盟历史中最杰出球员之力的辉煌战绩，赢得了众人的敬仰。而且本赛季在赛场上的卓越表现，更是对他的价值最有力的证明。在去年季后赛后，詹姆斯带领洛杉矶湖人队杀入西部决赛，证明了他仍然可以成为冠军球队的第一选择。而到了本赛季，他更是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告，在与时间的较量中，他依旧稳占上风。在这个年纪，詹姆斯无疑面临着伤病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退役的可能性。然而，任何有机会在自由市场上签下詹姆斯的球队，如果不向他提供他想要的合同，那绝对是疯了。詹姆斯的加盟将为新东家带来空前的票房号召力和媒体曝光度，这两点便足以让他的合同物超所值。而他在赛场上的每一分贡献，无论是他那极具统治力的表现、对冠军的渴望，还是那似乎永不衰退的竞技状态，都将成为新球队冲击荣誉路上的宝贵财富。据 NBA 内幕人士透露，詹姆斯的决定可能会受到他儿子布朗尼未来在 NBA 发展的影响。老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，他的愿望是与儿子的同一支 NBA 球队效力。2022年，詹姆斯对体育画报的记者杰森·劳埃德说，我的职业生涯最后一年将会和我的儿子一起打球，有着非常稳定的得分能力。而如今的 NBA 也是人才济济，本赛季联盟也涌现出了很多进步非常明显的各路球员，他们的场均得分相比于上赛季都有着肉眼可见的差别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中进步最快的10名球员都是谁吧。10. 唐特·迪文琴佐，涨幅 4.9 分。上赛季场均 9.4 分，本赛季场均 14.3 分。上赛季迪文琴佐在勇士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尽管受伤病影响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。他在防守和3分方面表现出色，在场上也展现了十足的拼劲。尽管在季后赛中有所下滑，但整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然而，当迪文琴佐休赛期与尼克斯签下一份价值4680万美元的大合同时，一些人仍然对此冷嘲热讽，甚至有人声称他是凭借与布伦森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合同的。随着常规赛的即将结束，迪文琴佐用实力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份合同。本赛季他场均贡献 14.3 分，三分命中率达到 39.5%， 平均每场能投进 3.2 记三分，成为了布伦森身边最可靠的射手之一。尽管已经27岁，但他仍然能够取得明显的进步，可见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。9. 杰伦·威廉姆斯，
涨幅5.1分。上赛季场均14.1分，本赛季场均19.2分。作为2022年的第12顺位秀，上赛季杰伦的表现已经相当突出，他不仅2次当选月最佳新秀，还入选了最佳新秀阵容。杰伦在场上展现了全面的打法，拥有丰富的个人进攻技巧，无论是3分、中距离还是突破，他都游刃有余，这让对手对他防守头疼不已。本赛季杰伦继续取得了进步，稳坐球队的2当家位置，他场均能够贡献19.2分、4篮板、4.5助攻和1.1抢断，投篮命中率高达54.1%，三分命中率同样惊人，达到了44.4%。在提高产量的同时，杰伦的效率也得到了提升。此外，雷霆在关键时刻也不再完全依赖亚历山大，杰伦同样能够挺身而出，扛起球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现年仅22岁，前景不可限量。8. 泰里斯·马克西涨幅5.4分。上赛季场均20.3分，本赛季场均25.7分。自从进入联盟以来，马克西每一个赛季都有着很大的进步。上赛季他已经成为了场均20加得分的顶级球员，而本赛季随着哈登的离开，马克西成为了76人队外线的唯一核心，这让他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，也迎来了爆发性的进步。赛季初期，他甚至一度成为了联盟最受瞩目的外线球员。尽管76人队后期由于恩比德的受伤战绩有所下滑，但马克西的表现仍然非常出色，他场均可以贡献25.7分、3.6篮板和6.2助攻，进攻效率也十分出色。即便对手会有针对他的防守策略，但他几乎每晚都能稳定的贡献20加得分，而且在关键时刻也能展现出与任何球星对标的实力。7. 阿尔佩伦申金涨幅6.3分。上赛季场均14.8分，本赛季场均21.1分。申金作为2021年选秀大年的第16号秀，拥有着出色的天赋。即便在上赛季，他也在塞拉斯的指导下展现出了出色的天赋，场均可以贡献14.8分、9篮板和3.9助攻。而在本赛季，有了乌杜卡的帮助，申金的进步更为显著。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联盟中最出色的中锋之一，尤其在进攻端表现突出。本赛季申金场均能够贡献21.1分、9.3篮板和5助攻，数据接近于20加10加5的水准。无论是个人进攻还是组织串联，他的进步都十分明显。特别是在个人进攻方面，现在申金除了3分之外，其他方面的发挥也都十分出色。他在低位单打时对抗大部分中锋的单防也十分有信心。6. 乔纳森·库明加涨幅6.4分。上赛季场均9.9分，本赛季场均16.3分。2021年勇士队使用他们手中的第7顺位选中了身体素质出色的库明加。在他的新秀赛季，虽然场均出场时间只有16.9分钟，但他却能贡献9.3分。凭借着强横的身体素质，他在冲击篮筐方面表现出色。从上赛季开始，勇士队给了库明加越来越多的上场时间，不过当时他却并未拿出更好的表现。而本赛季库明加开始真正兑现自己的天赋，他的持球技术有所提升，这使得他能更好地将球带到篮筐附近。虽然投篮仍然不够稳定，但他凭借天赋依然能够得分。然而想要继续提升，他必须在持球和投篮方面付出更多努力。5. 邓肯·罗宾逊涨幅7.1分。上赛季场均6.4分，本赛季场均13.5分。上赛季邓肯·罗宾逊在常规赛中的表现不佳，甚至几乎跌出了轮换阵容。他只打了42场比赛，场均出场时间仅为16.5分钟。然而当季后赛来临，球队面临伤病潮时，他抓住了机会，重新赢得了教练斯波尔斯特拉的信任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迈阿密热火队一路黑马打进了总决赛。更关键的是，去年休赛期邓肯·罗宾逊还在进步，28岁的他打磨了更好的持球技术，这让他在场上的功能没有那么单一了。即便是手感不好的夜晚，他也能够帮助球队，所以本赛季的他再次成为了热火的外线核心之一。3分依旧是他的看家本领，但现在他也能在篮下频频取分了。4. 文斯·威廉姆斯涨幅8分。上赛季场均2分，本赛季场均10分。作为2022年的2轮秀，上赛季文斯在灰熊队几乎没有得到太多上场机会，在整个常规赛中他只出战了15场比赛，场均上场时间仅为7分钟，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比赛的垃圾时间才得以登场，因此他的表现相对普通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 NBA 淘汰。然而本赛季随着球队面临伤病潮，文斯获得了更多的上场时间，并且他并没有辜负球队对他的期望。可惜的是，最近文斯自己也受伤了，已经连续缺席了7场比赛，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改变他的职业生涯，但他可以利用伤病期间的时间来康复和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 NBA 的竞争环境。3. 科比·怀特涨幅9.8分。
上赛季场均 9.7 分，本赛季场均 19.5 分。作为2019年的新秀，本赛季已经是怀特的第5个 NBA 赛季了。上赛季他的表现并不理想，场均得分仅有 9.7 分，效率也一般。当大家都认为他可能会被公牛放弃时，休赛期公牛却给了他一份价值3600万美元的合同。本赛季由于队友拉文的伤病，怀特得到了更多的球权，重新找回了自信，并且打出了他进入 NBA 以来的最佳赛季表现。目前为止，怀特场均可以贡献 19.3 分、4.7篮板和 5.3助攻，这3项数据都是他的生涯新高，而且他的进攻效率也有所提升。这样看来，年仅24岁的怀特依然具有很大的培养潜力，可以为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。2. 杰伦·约翰逊涨幅 10.5 分，上赛季场均 5.6 分，本赛季场均 16.1 分。约翰逊跟库明加和申金一样，同样来自于2021年的选秀。他进入联盟的前2个赛季一直以跳男为人所知，拥有出色的身体天赋，但在技术方面较为生疏，因此他的数据一直比较平庸。上赛季他场均只能贡献 5.6 分，在场上的时间也仅有 14.9 分钟。然而本赛季约翰逊突然有了新的突破，他不再仅仅是依靠上篮得分，而是开始练习3分投射，并且持球技术有了显著提升。这2项进步使得约翰逊成为了更全面的球员，他如今已经在老鹰队内崭露头角，俨然成为了第3号球星。卡梅伦·托马斯涨幅 10.9 分，上赛季场均 10.6 分，本赛季场均 21.5 分。托马斯在2021年进入联盟后，曾在一些比赛中展现出惊人的得分能力。然而，由于当时篮网队内已经有杜兰特和欧文等球员，再加上他的防守能力一般，因此他并未能在球队的核心轮换中立足。而本赛季球队只剩下托马斯和布里奇斯算是持球得分手了，所以他自然也被教练组提拔了。而他的表现也直接震惊了所有人。在本赛季初，托马斯曾一度在得分榜上名列前茅。他在开赛后的7场比赛中，有4场的得分超过了30加，其中是最重要的不是惩罚，而是支持和提供帮助。但显然，目前这支勇士可以说是满目疮痍。战绩方面，勇士10胜13负，已经跌落至西部第11位，仅仅好于4支摆烂球队爵士、开拓者、灰熊和马刺。而在球队核心方面，甚至连库里都已经开始出现了焦躁、心态失衡的情况。在对阵太阳的比赛中，库里在一次暂停时怒踹椅子，随后连续爆粗口大骂队友。库里出现这样的场面非常罕见，他的焦躁可见一斑。而汤普森的情况则更为恶劣。在对阵太阳比赛的最后阶段，汤普森被按在了板凳席上。得知这一决定之后，汤神心态崩了。根据球队记者报道，他很沮丧，在原地徘徊，并朝着围在一起的队友怒吼了几声，还挥拳将板凳席后面的物体砸翻在地。汤普森或许更应该关注自己的表现。对阵太阳，他全场10中2，三分球8中1。勇士过去8年间最为仰仗的超级3人组，也可能是史上成就最高的3人组，仅有马刺 GDP 可以与他们匹敌。如今面临着巨大的麻烦，他们一起赢下了4个总冠军，带领 NBA 进入了小球和3分时代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他们要面临状态下滑、球队老化等诸多问题，而此时他们的心态却没有调整过来。这艘总薪资高达2.1亿的豪华战舰未来扑朔迷离。当然了，像克莱、格林、保罗等人都可以说没有打出匹配上他们年薪的表现，但是这些人的表现多少都是可以预料到的。克莱经历了大伤，复出之后他的状态始终是起起伏伏的，而且很难值得信赖了。保罗年龄太大了，他这些年的下滑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格林进攻端效率有所提升，这对于他来讲已经是超出预期了。你不可能指望格林在进攻端承担太多的任务，但是他近日的离谱操作让人心生质疑。13号的比赛中，他再次情绪失衡，一拳干到努尔基奇后，追梦格林自知理亏，在赛后做出了解释和道歉。但这一次 NBA 官方并不领情，今天给出了重罚。 NBA 官方宣布将无限期禁赛追梦格林。这一次的重罚绝对是一举3得，首先是维护了 NBA 该有的形象，其次是树立了竞技体育该有的职业道德，最后保护了其他球队核心球员的生命安全。追梦格林12年的职业生涯细数一下，确实是恶行不断，而且是不打无名之辈，恶汉形象一次次被外界固化加深。早期连续的断子绝孙脚让小亚当斯苦不堪言，中期插眼勒布朗詹姆斯，插眼詹姆斯哈登，东西双沾泪如雨下。到了后期伤者更多，战争踩踏小萨博尼斯，暴力抠队友普尔，锁后拖行戈贝尔2米远，努尔基奇也被一拳轰倒在地。以上的这些恶犯说实在只是部分，
因为尺度太大才广受谴责。其他的一些，比如脚踢哈登面部、西顶小里弗斯、拉拽米切尔等等，今年的话，只能说追梦格林的过激行为达到了巅峰。本赛季在出战15场比赛的情况下，格林3次被驱逐，被禁赛5场。生涯至今，追梦格林被禁赛6次，迟到了172次技术犯规，21个恶意犯规，20次被驱逐。虽然这些数据排不上历史第一，但现役第一，格林是没跑了。对于勇士队来说，坏消息是追梦格林被禁赛后，球队本赛季的未来前景不容乐观。据统计，本赛季在追梦格林被禁赛或驱逐的比赛中，勇士队战绩只有2胜5负。前段时间，球队的防守大闸小培顿因为肌肉拉伤，目前还是无限期休战的状态。现如今又少了一个能在防守端做贡献的追梦格林，所以如何解决防守端的漏洞，是勇士队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当然，也有好消息，追梦格林每被禁赛1场，勇士队将省下51.9万美元的奢侈税。另外，勇士队对格林的过度纵容，所谓的功勋篮球，或许会在这一事件后有所改变。而且，勇士队也并非走投无路，现阶段他们可以借鉴步行者，牺牲防守，提升进攻。但现在的水花兄弟已经不是之前的顶级组合了，年纪和伤病的增加，想必也无法常常保持进攻火力。也可以积极引援，就像快船队引援泰斯那样，比如近期和快船闹得不愉快的 PJ 塔克，这身高就挺符合勇士队要求的。据悉，追梦格林这一次无限期禁赛，官方不会轻易解禁，但禁赛期间允许追梦随队训练。ESPN 名记还表示，追梦格林和其经纪人里奇保罗以及勇士队总经理将在周5会面，讨论如何为追梦本人提供帮助。勇士的其他角色球员也都是功能性球员罢了，只有维金斯是有能力在攻防两端都打出不俗表现的球员，可他却彻底让人对他感到绝望。投篮7中3，其中3分2中0，主场输给森林狼。在2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，维金斯只拿到了可怜的6分4篮板2助攻，他的正负值只有-13，勇士队内最低。这场常规赛可以看作是维金斯本赛季表现的一个缩影，由于差劲的表现，他的出场时间被控制在了25分钟左右，而他本赛季的场均出场时间也不过只有26分钟罢了。除此之外，维金斯的数据也只有10.5分、3.7篮板、1.0助攻、0.2抢断、0.4盖帽，并且还伴随着1.4次失误。5项数据，维金斯全部刷新了生涯新低。除此之外，维金斯 41.2% 的投篮命中率和 15.4% 的3分命中率同样是生涯最低，而他的罚球命中率还不如奥尼尔。用一无是处来形容维金斯本赛季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为过。最让人诧异的是，没人知道维金斯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很多球员状态下滑，这可能跟伤病、年龄方面有关，比如克莱、保罗他们的下滑是可以预料到的。维金斯突然的断崖式下滑让人猝不及防。要知道，在过去赛季，维金斯场均还能贡献17+5+2+1的数据，他的3分命中率达到了 40%。再往前推一个赛季，维金斯入选了全明星首发，他跟随勇士拿到了总冠军奖杯，他是勇士外线毫无征兆的核心防守人，外线防守大闸。这样的球员在没有经历伤病的前提下迅速陨落下滑，这很难让人接受。毕竟维金斯目前也只有28岁，他可是正值巅峰的年纪，这也是为什么球迷逐渐对维金斯失去耐心，别说成为顶级球星了，就连做一名合格的锋线首发，维金斯都逐渐迷失了自己。他4年1.09亿美元的合同也从超值合同逐渐沦为了溢价，甚至是垃圾合同。最要命的是，勇士是联盟中薪水开支最高的球队，他们已经变无可变了，指望克莱、保罗返老还童这不实际。格林也不可能突然成为一名高效的得分手。作为此前公认的勇士队内2号人物，如果维金斯依旧碌碌无为，找不回状态，也许勇士还是能够在常规赛保持一定的战绩，最差也能保留一个附加赛的名额。但是想要争冠，这基本是痴心妄想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讲，没人知道为什么维金斯突然就成断崖式下滑的节奏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找回自我。我认为勇士队已经到了需要交易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关头，引进新鲜血液或许才能解决问题。毕竟库里还处在巅峰期，而且这种状态还是有可能继续延续下去，有可能和詹姆斯一样，到了38岁还是保持赛场统治力，勇士依旧具有夺冠的可能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交易才能改变勇士的现状呢？具体方案为：勇士送出年轻球员库明加、佩顿2世、穆迪以及2个首轮选秀权，
从爵士手中得到芬兰前锋马尔卡宁。我们来看看马尔卡宁。马尔卡宁是一位年仅25岁的芬兰前锋，本赛季至今场均可以得到 23.7 分、8.6篮板、1助攻、1.1抢断的数据，投篮命中率为 48.7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39%。他的到来将为勇士队提供极战力支持，有助于球队提升战绩。马尔卡宁拥有出色的投射能力，可以为勇士队拉开空间，同时他在防守端的表现也相当出色，能够胜任多个位置的防守任务。此外，他的年薪和潜力也是勇士队所看重的，完全能够承担起格林在球队的战术重任。得到马尔卡宁后，勇士队的阵容将变得更加均衡，他的到来将提升球队的进攻火力，同时为库里、汤普森等球员拉开空间，创造更多得分机会。此外，马尔卡宁的防守能力也将为勇士队带来帮助，提升球队的整体防守水平。这笔交易将丰富勇士队的战术，让球队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策略，以便在比赛中有更多的容错率。当然，野个方案对于爵士队也是有好处的。送出马尔卡宁后，爵士队将得到库明加、佩顿2世、穆迪等年轻球员以及2个首轮选秀权。这些筹码将有助于爵士队加速重建进程，培养年轻球员并逐渐崛起。此外，得到的选秀权也将为爵士队未来提供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。当然，库明加和穆迪也会得到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，不至于动不动就被教练 DNP。同时，这也是一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交易，因为这笔交易虽然看似双赢，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。第一，马尔卡宁能否与勇士队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尚未可知。第二，勇士队在送出年轻球员和选秀权后，未来的重建和发展道路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。然而，对于勇士队而言，这笔交易无疑是一个机遇。得到马尔卡宁后，球队有望结束混乱局面，并延长夺冠窗口期，这将有助于球队重拾信心，并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总体而言，这笔五花尔的交易提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价值。得到马尔卡宁后，勇士队的整体实力有望得到提升，同时也有助于球队未来的重建和发展。当然，这笔交易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，需要双方球队认真考虑和评估。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？